清水仙君明明已经被封印了数万载，可为何偏偏赶在麻子进入雷之仙界的这一次却成功破封而出了？而又为什么说清水仙君之所以会顺利苏醒，这一切却皆是在岩雷子那精心的算计当中呢？在如今的动漫剧情中，王林与李元二人已是发现一处上古禁制，然而此禁制之下却并没有啥好宝贝，而是封印着清水仙君的一颗左眼。清水仙君乃是雷之仙界先帝白凡的唯一亲传弟子，当初距离雷之仙界被长尊覆灭的100年前，界外之人略施手段的让清水仙君陷入癫狂，致其大肆屠戮雷之仙界内的仙人与陪伴他数万载的妻子。短暂恢复些许意识后的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为了不再造成无辜杀戮以及给自己赎罪，清水仙君果断的扬剑自尽，且为了防止极境使自己重新复活，他引爆自身躯体，并将之分为9份的彻底封印。而他的师尊白凡不忍心自己的徒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掉，则是在9大封印之地设置上了9处疗伤大阵，以此希望清水有着能够重新活下来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这么大的打击之后，彼时清水的神念是被魔念所主导，讲通俗点就是他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了，也或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目前被封印的几具残躯仅是通过求生的本能反应去一一寻找破除封印的方法而已，而已经没啥大作用的疗伤大阵仅是第一关。在这之下还有一处通道，通道的尽头则是封印着清水的残躯，虽然其上还有着封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也大不如前。只要有人进入通道，便会被清水仙君的魔念所蛊惑，然后以极境引爆进入之人的躯体，这样封印便会从外面彻底破除。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数万载当中，这9处封印大阵已经有4处被进入的寻宝人在阴差阳错之下给解除了。而在麻子与李元进入此通道的那一刹，心思缜密的亡灵便已经感应到了不对劲。后来清水仙君的那颗左眼以魔念蛊惑麻子，欲要传奇仙术，在遭到亡灵的果断拒绝后，虽然咱麻子哥遭到了对方极境的追杀，但幸好麻子先前曾掌握过极境，知晓破解之法，这才带着李元堪堪逃离此处。但麻子能够如此精明，其他人就未必了呀。他2人走后，有一个贪图宝物的阴虚小卡拉米欲要进去捡个漏，结果却在清水仙君的蛊惑下毅然自爆。就这样，此处封印便也被其顺利破除。眼下9大封印已出其5，以目前清水的力量，足以将剩下4处封印之上的疗养大阵将之打开。这下就相当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很多人便跟上一次一样，误以为有啥大宝贝现世呢，纷纷进入其中，结果却通通被其以极境引爆。就这样，清水便就此彻底的解除了封印。重组躯体之后的他，为了恢复仅剩不多的仙元，在雷之仙界内大肆屠戮罗天修士。而又为什么说清水的这次复活却是在岩雷子的计划当中呢？因为这个老登自从被迫进入罗天星域之后，为了以后返回联盟星域找重玄子复仇，他在这数万载里进入雷之仙界寻求机缘的次数已经不下数百次了。他早就通过偶然间获得先帝白凡所留下的一颗记录清水生平的玉简，知晓了对方的身份跟确切实力，更是明白清水身怀极境以及被封印的9处位置。要知道岩雷子进入雷之仙界这么多次的目的，不仅是逐渐的炼化49处大陆碎片，以做攻打联盟星域的一大利器，更是也将清水仙君算计成他复仇计划的一部分了。首先是对方的极境若是融入这大陆碎片当中，那么其攻击力也将会大大提升。其次是若能将实力达到碎孽大圆满的清水仙君拉入自己的阵营当中，那么日后攻打修真联盟的胜算也会大上不少啊。可咱讲话了，任何谈判都是建立在彼此实力相差不大的基础上。要知道全盛时期的清水仙君若是配合极境，除非实力达到空孽修为才能够将之制服，否则即便是天人衰竭之人来了也是白搭。拿捏岩雷子这区碎孽大圆满更是易如反掌。因此他在没有将这雷仙界碎片炼化成自己的制敌利器之前，即便岩雷子知晓这一切隐秘，也是不敢贸然将其放出的。然而这次雷之仙界的开启已经到了岩雷子即将炼成的尾声了，所以当很多人去认为有大宝贝的进入有着封印清水残躯的地下通道时，知晓一切的岩雷子也并未前去阻止，因为这也正是他想要推动清水复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日后与其谈判能够打动对方的一个筹码。后来当清水仙君在雷之仙界内大肆屠戮罗天修士，将实力恢复至境孽后期时，岩雷子担心若是再这么恢复下去，自己定然干不过对方了呀。加上雷之仙界的大陆碎片已然炼化成功，他这才果断的出手制止住清水仙君，并掏出先帝白凡的那枚玉简，将陷入魔化的清水仙君恢复至清醒状态。可即便彼时清水的实力仅是境孽后期，以岩雷子的实力也没有完全胜之的把握，最多也是个5-5开而已。之后岩雷子便已向清水告知，修真联盟的卷宗内或许会有你当年突然发疯以及其师尊为何会指天而亡的原因。为了扒出当年的真相，清水仙君这才答应了岩雷子的请求，加入雷仙殿并出手对付修真联盟。只能说岩雷子为了达到目的，是拿着一部分无辜的罗天修士当做自己复仇的一颗棋子了呀。